我的大学舍友半夜躲在厕所里偷偷生孩子，因为失血过多，他死在了厕所里，而他身旁没有婴儿，而是蜷缩着一具7、80岁的尸体，那是他刚刚生下来的孩子。他连脐带都没有剪就衰老致死了，因为事情太过离奇，警察一声不吭就把尸体都拖走了，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。学校也非常配合，因为怕事情闹大，我都打算去住酒店了，却被校领导一句话拉回来了，继续住在505，绝不再谈小杨。你们仨都有保研名额，小杨就是那个难产而死的姑娘，而明显校长是为了维护学校声誉，让我们继续住在宿舍里，会显得这件事更无足轻重。而保研这个条件，我心动了，不仅是我，其他2个舍友也心动了。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有懵懂女生在学校生孩子了，也不是第一次有人死在学校里了。于是我们都留了下来。晚上熄灯前，舍友小姨忙前忙后把门窗检查了好几遍，我觉得奇怪，就问她在做什么，她却说小杨一直洁身自好，生活单调，也没有男朋友，怎么会怀孕呢？而且昨晚我半睡半醒间，总觉得有人进来过，我大吃一惊。你是怀疑昨晚有人进来过？可是转念一想，我又脱口而出一个更离谱的猜测，不对，你是觉得小杨是昨晚被侵犯才怀孕的？是的，你们想啊，那个尸体他真是小杨的孩子啊，他怎么能长得那么快呢？几个小时就老死了。我就是说，如果他能老得这么快的话，那么从受孕到生产也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吧。我懵了，但小姨说的确实有道理，也就是说，小杨可能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怀孕了，而是她刚怀孕没多久就开始生产了，而且我们也是看在眼里的，此前她的肚子都没胀起来，只能像小姨说的那样猜测，昨晚她被入侵者强暴了。虽然只是个猜测，但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。我扭头看着另一个舍友轩轩，问他：“你不惊讶吗？你为什么沉默？”轩轩顿了顿，才回答道：“因为小姨这么一说，我也恍惚记起来，昨晚好像真的听到了奇怪的声音。”我又怕又生气，直接撂下一句话：“那不行，那我们不能留在这里了。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凶手，那谁知道他会不会回到案发现场？”可是轩轩却立刻阻止了我：“不行，你走了，大家的保研名额都会没了。不能因为你自己害怕，就害我们也不能保研吧？你这样太自私了。”被他这么一说，我都愣住了。小姨也来劝我：“是呀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，毕竟学校也加强了安保，校长不会允许再出什么岔子的。”我想了想，也觉得有道理。不过我还是不太懂，为什么你们对人能老得这么快这件事都能接受？他俩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小姨才反问我：“你都不知道吗？”我茫然地摇了摇头，他这才解释道：“上个月我们学校有个实验室爆炸了，学校很快封锁了消息，但是也传出了一些新闻，好像是说那个实验室进行的是一个抗衰老的博士研究课题，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创造了一个逆向病毒，是能加速衰老进程的。有个博士生感染病毒并且逃走了，下落不明，而那个人可能就是昨晚侵犯了小杨的人。”我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他都感染病毒了，肯定警察、学校都在找他，他为什么还要潜入宿舍里来做这种事？小姨面露难色，欲言又止，但轩轩却抢先一步说道：“因为那个实验室爆炸的意外是小杨造成的。”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复仇，但我还是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。入夜了，我们都躺下了，虽然满腹疑虑，但奇怪的是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只不过半夜时，我也听到奇怪的声音了，是在阳台那边窸窸窣窣的响声，阴阴沉沉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我被吓醒了，急忙坐了起来，响声也戛然而止。我扭头想要叫醒2个舍友，却发现他们的床上居然都空了。我还以为自己没有睡醒，急忙摸出手机，结果看到上面有一条半个小时前收到的微信，是小姨发来的。我点开一看，如果你能醒来，赶紧跑！我彻底懵了，我急忙回复小姨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在哪儿？”可是她也没有马上回复我。我抱着被子窝在床角，颤颤巍巍地报了警。警察说他们会马上派人过来查看，但我还是害怕，因为警察来的速度可能没有危险来得快。我也不敢下床，因为我不知道下面或者阳台外面藏着的是不是人，或者真是那个凶手。他可是病毒感染者，昨晚还侵犯并害死了小杨，太吓人了。好在小姨总算回复我了。我们在安全的地方，今晚本来就没我什么事，因为今晚是轩轩布置的，针对你的一个实验，他应承了更大的好处，所以才给你下了安眠药。你能醒来算是命大了，快跑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能那么迅速就入睡了，原来是药物作用。虽然不知道轩轩拿了什么好处才要害我，但我想起他骂我自私那句话，说不定自私的是他才对吧？我艰难地从上铺爬下来，浑身颤抖，因为我怕阳台里会有歹徒突然窜出来。我拿了一件外套，朝着宿舍门走过去，但即将开门的瞬间，我却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因为我发现宿舍门居然是关好的。如果真要害我的话，那为什么要关门？开着门不是更好吗？意识到这一点，我的思绪开始逐渐清醒了。
他俩可是跟我一起入睡的。但小姨却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轩轩，装出一副小白甜模样，说不定他也在撒谎。我没有出去，而是躲进了自己的衣柜，关好门。我不敢发出声音，只能发信息给小姨，我出来了，你在哪里？他停了好久，才问我，你是从正门出来的吗？你去哪里了？果然，这句话暴露了他或者其他什么人是在门外等着我的。而紧接着，他又连续发了2条信息给我。难道你没有发现整栋宿舍都清空了吗？快跑！害死小杨的凶手被放进宿舍了。我在楼下保安室等你，快下来！我大吃一惊，这到底是什么规模的阴谋？为了针对我，居然可以把整栋宿舍都清空，我只觉得不可思议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么学校肯定也介入了，说不定这还是学校所主张的，比如为了完成他们某个可怕的实验。虽然是天方夜谭，但既然他们能做出那么可怕的病毒，还能轻易掩盖在小杨身上发生的事，那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呢？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不顾会不会把事情闹大，我报警了。我编辑了一段长长的信息，发送到短信报警平台12110，然后静静等待着。但是还没等到警察的回复，却收到了轩轩的信息：你醒了吗？快回宿舍去，不要乱跑。小姨让我跑，而轩轩却让我回宿舍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俩肯定是闹翻了，我该相信谁呢？昨晚害死小杨的凶手又是不是真的回来了？还是说这一切都只是他俩在操纵着？为了弄清楚真相，我发信息质问轩轩，我不在宿舍了。小姨说你要害我是吗？轩轩的回复倒是极快的。胡说，他才想要害你。我已经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但是我不能直接告诉你，因为太匪夷所思了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千万不要离开这栋宿舍楼。如果可以，你回咱们宿舍去，你在里面绝对安全。这种糊里糊涂的说法，我怎么可能相信他呢？但是他下一句说的却是，小姨让你出去，是因为他在外面等你，他才是要害你的人。这跟我之前的猜想相契合了。而轩轩说这种话，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吧？他一定知道点什么，而且他也愿意说。我急忙追问轩轩，你最好说清楚小姨为什么要害我，因为她可是说的明明白白的，说你是应承了学校更多的好处，拿我来做实验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宿舍会被清空，不是吗？轩轩却告诉我说，才不是，根本就没学校什么事，这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的世界。那病毒是真实存在的吗？那么逆天的病毒甚至违反了能量守恒，是真的可以被研制出来吗？那个什么感染了病毒的凶手，为什么他自己不会直接老死，还能到处害人？一切其实根本不讲道理，甚至不是科学可以解释清楚的。所以你相信我，我正在想办法帮你，不然你试试最直接的办法，你报警，现在就报警，警察不会理你的，不信你就试试。我愣住了，然后立刻切出了聊天软件，果然没有新消息提示，12110居然没有回复我，不可能的，这可是报警信息，无论怎么样他都应该会回复我才对，这只能说明轩轩说的没错。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轩轩所知道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难道这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吗？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跟轩轩说，你告诉我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然我很难相信你啊。轩轩却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回复了我。如果是让你比较好接受的方式，那我只能说小姨死了，她不是人，是她在操控这一切，反正不要相信她就是了。我不解到发送了一连串的给她，毕竟我们都是大学生，我们很少相信鬼神之说的，而她却还是娓娓道来，是真的。今晚你睡着之后，小姨就率先出门了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偷偷走出去，明明今晚忙前忙后检查宿舍的也是她。出于好奇，也怕她出事，我就偷偷跟出去了。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？整栋宿舍一个人都没有，仿佛所有人都消失了，而小姨一个人慢悠悠的，像个女鬼一样下了楼。她走出了1楼的宿舍大门，然后被黑暗中的一把刀砍掉了头，是真的，整颗头都被砍了下来，鲜血喷涌不止，所以我才让你别离开宿舍，因为外面的黑暗里不知道藏着什么，我根本看不清，因为我都快被吓死了，我浑身颤抖，我只想报警。可是接下来发生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小姨她把自己的头捧了起来，她没有死，她居然拿着自己的头颅，慢慢的走回宿舍楼里来了。打出这些字，我都觉得魔幻，太不真实了。我急忙躲在楼道里报了警，可是你猜怎么着？没有用，报警没有人理我，所以我才说这肯定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，不然怎么可能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？我盯着轩轩给我发的这一大堆信息，眼睛都看花了，不是我看不懂，而是我实在难以置信。我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才消化掉，但得出的结论却只是轩轩是疯了吗？但我也抓住了一个矛盾点，他说话前后不一。我连续发了2条信息，质问道：既然小姨死了，而且还回宿舍楼来了，那为什么你还说宿舍是安全的？既然宿舍是安全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回去？我以为他根本没办法圆好这个谎言，没想到他居然是逻辑自洽的。因为我听到他那颗头颅喃喃自语说的话了，他说要让他出来，这就意味着他并不能进咱们宿舍，不是吗？而我不能回去，是因为我躲在了1楼的楼道里，我不敢露面，我贸然走出去，要是被他发现了，不就第一时间会被他杀死吗？我惊呆了，这居然跟我所知道的现实重新契合上了。因为在我这边，小姨确实是让我下楼，说她在保安室等我的，我是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走不是，留也不是。而这时候，轩轩的一句话却让我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啊！你现在在哪里？
他在探问我的藏身之所，我肯定不会告诉他我还藏在衣柜里，但是我可以借此机会测试他。因此，我对他说：“我相信你，那我马上就回去咱们宿舍，你也想办法快点儿回来。”他也迅速回复我说：“好，没问题。”我的想法是，接下来我只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愿意回来就行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他也许可信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才刚收到轩轩的信息，没一会儿，外面就传来脚步声了，而且门并没有被打开的声音。我甚至可以判断出，那脚步声是从阳台那边传过来的，这意味着阳台真的有人攀爬进来，凶手是存在的。轩轩出卖我了，在确认我会回来之后，他告诉了这个凶手。所以他攀进阳台埋伏我了，太可怕了！我吓得在衣柜里瑟瑟发抖。什么宿舍里才是最安全的？都是一派胡言，都是他吸引我回来的借口罢了。那么关于他所说的小姨身上发生的事，也是假的吗？因为这时候我又收到小姨的催促信息：你还没有逃下来吗？咱们宿舍里太危险了，快找机会跑！虽然已经确定轩轩不怀好意出卖了我，但也不能排除小姨就完全没问题，因为今晚实在太诡异了。我忍不住直截了当的跟小姨说：轩轩跟我说了很多话，我不太信任你了。如果真发生了这么诡异的事，宿舍楼都清空了，那凭什么我能逃出去？而他的回复则是：我不知道轩轩跟你说了什么离谱的话，但事情其实很简单。晚上说到的那个病毒还记得吗？他们想要复刻小杨身上发生的事，他们想要这种可以轰动世界的准确的实验数据，而选中的实验体就是你。但是身上带着病毒的凶手他是不可控的啊，他可不会配合学校，所以才需要清空宿舍，而且宿舍楼周围都没有布置任何人，学校留了很大的空间，全都给轩轩去操作了。所以轩轩是两头通气，他联系凶手诬陷你才是罪魁祸首，让凶手来害你了，然后他也肯定要稳住你，让你留在某个固定的地点，你自己好好核对一下，轩轩是不是这样对你了？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但还是有些地方说不通。我质问小姨，可是轩轩怎么会能联系到凶手？小姨这才告诉我全部真相。哎，你应该问的是，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引起那场实验室爆炸的是小杨呢？因为当时我们三个就在一起，一开始是小杨先认识了那位博士学长，我们是受邀前去他们实验室参观的。学长应该是在追小杨，所以卖弄了起来，跟我们炫耀他们的研究内容，说一旦成功，诺贝尔奖都不在话下之类的。但轩轩手贱，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让实验器材发生故障，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灾难。我甚至怀疑，昨晚小杨被害也是他故意放学长进来的，因为轩轩要甩锅啊！我还是觉得不解，我都不在你们现场，怎么可能诬陷到我身上啊？小姨也不明所以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动学长的。但是你敢赌吗？是的，我不敢赌，而且我确实听到了阳台那边有脚步落地的声音，凶手他就一直躲在阳台里，他非常有可能就是小姨所说的学长啊！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也来了，就算我确认了小姨说的真相才是真的，那我该怎么逃呢？只要我从衣柜里走出来，阳台里的凶手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袭击我，所以直接走出去肯定是不行的。不过既然轩轩能够联系这个凶手，那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从轩轩这里下手了。如果能通过他的手引开外面这个凶手，那不仅说明小姨说的全对，而且我还能逃出升天。我思考片刻，然后才发信息给轩轩说，我回不去了，我看到奇怪的东西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很可怕，它挡住了我的路。我现在躲在2楼210寝室里，你能来找我会合吗？当然，我根本不是要他来找我，我是要他遥控凶手来逮我，那样我就可以趁机逃走了。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，行，那你不要到处跑，我去找你。而在这时，我果然听到阳台里传出声音了，跟我的猜测基本无异。阳台里面传出来的是开关门的声音，原来凶手躲在厕所里了。而紧接着脚步声也响了起来，他正在一步一步地往寝室里走。没错，虽然他是从阳台进来的，但是确认我不在宿舍里后，他也可以大摇大摆从正门出去。只要听到关门声就行了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焦急地等待着。终于，他好像已经走到宿舍门了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并没有开门出去。我能明确地听到他的双脚停顿了2秒钟。他应该是转了个身，然后步履又往宿舍里面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更害怕了，因为我怕他发现我躲在衣柜里，但好在他没有。他的步履走到阳台处的时候，又停顿了2秒，他又转身继续往宿舍门方向走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他好像是在宿舍里踌躇踱步，徘徊不定，这又是为什么？直到我听到他发出喃喃自语的声音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他一定会看到我的。不是他，而是他。外面这个凶手是一把苍老颤巍的女生，而且她的声音像极了轩轩。我彻底懵了，一直躲在阳台里的居然不是凶手，但他是轩轩吗？我不敢确认，因为他的声音实在太老了。但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，因为小杨生下来的孩子是真的一下子就变老了。那个可以导致衰老的病毒可能不是空穴来风，所以轩轩是被感染了病毒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他踱步了1-2分钟，又突然停了下来。我仍然没有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，这说明他仍然在宿舍
舍里面，但是我的手机却收到了信息，正是轩轩发给我的。这一下我确定外面这人就是轩轩了。刚刚明显他是停下来打字，所以脚步声才会戛然而止。而他发给我的信息内容是：我已经看过了，从210出来后左边的楼梯是绝对安全的，你直接上来就行了。记住，回到宿舍后怎么也不要出去。这句看似为我好的话，真的画蛇添足。我怀疑我真出现在这宿舍里，可能就会被他弄死，这就再也不是我要不要出去的问题了。我想了想，悄无声息地按着屏幕质问他：你为什么不过来找我？他踱步那么久，想出来的理由却异常可笑。因为你误会我了，我的出现只会让你更害怕。可是紧接着他又说，只要你别相信小姨就行了，她真的死了，不信你看这个。他居然发来了一张聊天截图，是他跟小姨的对话，其中他问小姨放过他可以吗？可是小姨却回答，那谁放过我了吗？我愣住了，我已经彻底迷糊了，小姨是真的要杀死我？那他说的一切都是在骗我了啊！可是轩轩这里又是怎么回事？他说的小姨被砍头这件事难道也是真的吗？一会是急速变老，一会是被砍头之后还能继续活着，这一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？我仔细想了好一会儿，发现就算轩轩没有撒谎，那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因为他只让我留在自己宿舍里。那之后呢？连警察都不理会我们，学校更是助纣为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想到这，我也发信息质问轩轩，但是你只让我回自己宿舍，请问这能解决什么问题？难道我就只能留在宿舍里等死吗？轩轩急忙回复我，不是的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保证你绝对不会有事。糟糕了，小姨她在四处找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快点回宿舍去啊！而同时，我也听到门外他急得只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，踱步声更加激烈，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坐立不安的模样。所以，哪怕他说的话不是那么有说服力，我居然也觉得他有点可信。我急忙把这可怕的念头从脑子里赶了出去，我才不会轻易相信他，我绝不能轻易暴露自己。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把他引出去吗？我想了想，顺着他说的话做了另一个尝试。我在2楼，快来救我！发出去之后，轩轩秒回了我几个信息：你碰到小姨了吗？你在哪里？具体位置？而我全当收不到，因为在我营造的假设中，我是陷入危险中了，怎么可能继续回信息呢？而外面的轩轩果然急了，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比之前都要急促，而这一次他竟然真的毫不犹豫就打开了宿舍门，伴随着关门的声音，我重重呼了一口气。他居然真的出去救我吗？可是事情总有些不对劲，他说的话太玄乎了，难道小姨真能变成恶鬼不成？如果是真的，那我该怎么逃？我继续躲在衣柜里，好好思考了一番。轩轩最后说道，小姨已经不满足于在楼下门卫室等我，而是要上楼找我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意味着我有机会逃出去，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他俩都没见到我，我就已经溜出去了。虽然不知道宿舍楼外面是什么情况，可是只要逃出去，肯定就会有希望的吧。所以我要确认的是小姨的动向。我切回跟小姨的对话框，打了一行字发出去，轩轩为什么会变老？他也想杀我吗？这条信息一定可以引起他的注意，因为我把轩轩的样貌描述出来了，这意味着我跟轩轩碰过面了。这应该是小姨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吧。果然没多久，小姨就紧张地问我，是的，他跟学长是一伙的，可能他们出现矛盾，他也被感染了吧？这太危险了，你绝对不能跟他接触，我马上去帮你。你在哪里？太好了，他上当了，既然轩轩是往2楼去了，那么引他俩相见是最好的方法了。所以我又跟小姨说，我在2楼，在210里面躲着，我从窗外偷偷看到轩轩他在外面，他老得不像话，像个魔鬼，你能来接我吗？而接下来小姨再没有回复我信息了，我知道他一定也是冲着210去了。我立刻从衣柜里闯了出来，没做停留，我又冲向了宿舍大门，打开门环顾四周，果然到处都是静悄悄的，整栋宿舍楼应该是真的已经被清空了，但也顾不上这么多了，我朝着楼梯方向小跑了过去，逃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，如果幸运的话，他俩此刻会在2楼走廊里相遇，甚至厮杀，而我就能顺利逃脱了。但事情居然没有那么幸运。当我下到2楼的时候，扭头看了一眼走廊，这一眼让我魂都快丢了，因为迎面而来的居然就是小姨。只见她披头散发，脖子以下浑身血红，这正好印证了轩轩的说法，她的脑袋曾经被砍下来过，而见到我，她目露凶光，抬起手来就是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她果然是要杀我啊！我吓得腿都软了，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要转身逃跑，她就像一只恶鬼冲着我飞奔了过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的身后一个更快的身影居然追上了他，是轩轩。他手里拿着一根棍子，一头敲在了小姨的头上，力度之大，把他的头像棒球一样打飞了好几米远。小姨因为失去了头颅，身体也侧向一旁倒了下去。我才看到拿着棍子的轩轩果然已经苍老的不像样了，而且他的腹部还有一个硕大的口子正在流血，明显是刚刚被小姨的匕首划伤了。我的双腿还没有恢复过来，轩轩已经拿着棍子摇摇晃晃朝我走过来了。我心里一惊，难道他也要杀我吗？不过我猜错了。
他一边喘着大气，一边指着楼梯，用沙哑的声音朝我吼道：“上去，回宿舍，多好！”还没等我反应，他又转身去看小姨，我也惊呆了。失去头颅的小姨身体并没有失去行动能力，她在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，然后朝他头颅的方向走了过去。他果然是厉鬼啊！快跑啊！轩轩又吼了我一句。我终于能够迈动双脚，转身上楼了，而轩轩也跟着上来。虽然他爬得很慢，但就小姨捡头颅的速度，肯定追不上我们。我率先回到了宿舍，但是我却并没有立刻把门关上。我隐隐觉得我必须让轩轩进来，不然之后怎么办呢？我仍旧什么都不知道，连怎么逃生都不知道，所以我在等他。可是轩轩远远看到我没有关门的时候，却又朝我吼道：“想什么呢？把门关上！”我愣了一下，他脚步蹒跚地冲了过来，砰一声，因为我们宿舍是外开门，所以他轻而易举就把门轰上了。我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急忙问他：“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进来？”我伸手要去开门，却发现他把门顶住了，严严实实的，我根本打不开。而紧接着，他苍老的声音也传了进来：“你要藏好，千万不能开门，他进不去的。”我异常不解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确定他进不来？而且今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突然就这么老了？真的有什么衰老病毒吗？轩轩咳了咳，才说道：“孩子，你放心，我会拦住他的，因为他也是我的孩子呀。”我愣住了，轩轩他在说什么？可是他也还在继续说着，乍一听像是毫无逻辑的话。你睡着的时候，我都弄清楚了，死掉的小杨是过去的我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出生过，那他是不是等于直接老死了呢？至于轩轩，他呀，他也是我犯的错，是我要赎罪的错。我就说了，你没办法接受的，对吧？如果离开这栋宿舍楼，那就真的彻底没救了。不过还好呀，你还是回来了。没事的，我只是会流血而已，我没事的，你也一定没事哦。就算拼了命，我也会让你没事的。乖，躲在里面，不要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听着轩轩温柔的话，我突然有点想流眼泪。我居然再一次想要相信他，虽然我也并不太听得懂他说了什么，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衰老病毒，也没有什么学长，凶手躲在阳台的一直都是轩轩，他变老了，不敢让我看到，所以才藏起来。而从一开始，轩轩就不愿意让我离开宿舍，哪怕是用了责怪我自私的方式，他就只想我留在这里，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拥有那样的下意识，哪怕在他还没弄清楚之前，我好像知道这个宿舍是什么地方了。我摸着门板说道：“我不会离开这里的。”轩轩也说：“这就对了，我等着你哦。”然后我听到了小姨的声音，可我不会理她的，而她在外面骂骂咧咧的，却始终都进不来。她是真的进不来啊！轩轩没有骗我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，我靠着门板渐渐睡着了。而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被人用2只手掌轻轻抱了起来，世界一片模糊，我终于哇一声哭了出来。